哇老诶，来东京跑步租一双 Nike Alpha Fly 3才5块8马币，有没有搞错？Fine Otemachi One 的 store 在这边哦，你可以租到 Pegasus Plus， 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Pegasus Plus，Edigan 的 Vaporfly 3，Zoom Fly 6。这一次我是租 Alpha Fly 3，我的老婆是租 Vaporfly 3。樱花树诶，这里实在是太美了吧！怪不得这样多人喜欢来这边跑步，好跑吗？好跑！大家早，现在我人还在东京，今天是在东京的最后一天，伤心。明天就要飞回我的Nasi Lemak Land 了耶！然后现在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来跑步。我发现哦，东京的跑步的 ecosystem 啊，生态系统非常好。如果你今天你来到东京，你什么都没有带，你没有带跑步鞋、跑步衣、跑步裤，没问题。你来到他们这种跑步驿站，完全一站式的包嘎料，全部衣服啊、鞋子都可以租给你用，而且价钱不会贵。那现在我们走着去这个地方呢，它是叫 Refine， 它里面呢可以租借那种跑步鞋啊，都有冲凉的地方给你冲啊，你完全不用带任何东西，你就直接可以 walk in， 然后租它的跑鞋，然后可以跑。这个 Refine 呢是在东京的这个皇居附近。它有3个 branch， 然后我们今天去的这个 branch 呢是比较美的，也比较大间一点的，当然价格也贵一点点啦，也不是贵很多啦。这个皇居这个一个 loop 是5个 K， 你看很多人跑步的这一边，你看我旁边一大群的人跑步。这里是跑步的圣地来的，一个圈5K， 没有红绿灯。除了 Refine 以外呢，东京还有其他的跑步驿站，像是 ASIC Run Tokyo，ASIC Run Tokyo 租到 ASIC 的跑鞋，你要租 Meta Speed Sky 也可以，你要 Edge 也可以，你要租 Super Plus 都可以，什么鞋子 ASIC 的鞋子都可以。今天东京的气温呢回温了，现在是大概是34度。其实哦，是34度，对我们以前来说是很冷。可是现在哦，因为我们去过首尔了嘛，是34度，好像很舒服啊。这个天气完全就是一个很好跑的天气。然后这个 Refine 呢是在这个 Otemachi One 的 building 楼下。我也是上网看要怎样去，我才知道，因为它隐藏在地底下，所以会有一点难找。可是如果你上网看它的那个路线，你就知道了。这一间的它的那个租借这些东西的价格呢是1000 yen，1000 yen呢是包你冲凉啊这些东西。如果你要租鞋子跟毛巾的话，加到180，所以总共一个人呢是1180，换算起来呢是马币多少？35到36块左右，还有给你租 Alpha Fly 3。你用30多块，你就可以租到这样好的设施了，而且还有冲凉房。我本身是没有穿过 Alpha Fly 3，所以刚好也可以来这边试一试看 Alpha Fly 3的感觉是怎样。这个 branch 呢，它的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设施比较干净，比较大间。另外的 branch 呢有便宜一些的，它基本的价格呢是850 yen， 好像我这个的基本 base price 是1000 yen。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租这个整套680，就是说21块，你可以拿到 buff towel 啊、T 恤啊、short pants 啊、shoe 啊，全部整套680，然后再加那个 base price 1000。在这边哦，你可以租到 Pegasus Plus， 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Pegasus Plus， 然后你也可以租到这个款式的 Edigan 的 Vaporfly 3， 然后除了 Vaporfly 3， 这边也可以租到 Zoom Fly 6。Zoom Fly 6也有，那边还有那一个 Alpha Fly 3， 然后这一次我是租 Alpha Fly 3， 我的老婆是租 Vaporfly 3。我们回国之后 ，Refine 也引进了最新的 Vaporfly 4， 也就是说，现在你用一样的价格，马币5块半就可以租到这一双顶级竞速跑鞋。这个就是那个皇居皇住的地方，然后绕着这个一圈呢就是5个 K， 然后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这个Refine Otemachi One 的 store 在这边，然后 Refine 有3个 store， 一个是在神田店，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下面这边热比谷的站 Refine New。
Rafine Running 也有提供淋浴间，男女是分开的，里面有 locker， 大约有6到7间的冲凉房。重点是冲凉房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洗发水、沐浴乳、护发素，外面还有化妆间、吹风机、lotion 这些东西。基本上你人来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带，超级方便的。吹风筒啊、lotion 啊、hand soap 啊，全部都包到完。然后厕所里面也是有那种洗发水啊，全部东西你要的全部搞定。然后 locker 给你放你的那个 bag， 的 locker 其实刚刚好够放你的 bag、衣服，然后下面放你的现在穿的鞋子，就是这样。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私人的一个 locker， 给这个 locker key 也是非常贴心，因为他怕你不见掉嘛，所以呢，他就会给你一个手环，然后这个 locker key 可以这样收起来啊，那你就套在手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不见，你这个是你 locker 的号码，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好，每一个步骤跟跑者想清楚了，因为他不要你给你这样大个手势还是什么，所以是非常方便。在还没有开跑之前呢，先做好热身。我这一双 Nike Alpha Fly 3的颜色实在是太美了吧！哇，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猛了啦！虽然现在是大概14度左右，可是这个太阳晒下来，哇，那个 UV 超强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这期影片的赞助商 The Ten Sunscreen。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超满意的防晒霜 The Ten Sports SP Sunscreen。这一款是来自澳洲的运动型防晒霜，拥有 SPF 50+ 的高防晒等级，防护力非常的强。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质地完全不油腻，吸收的非常快，而且防水防汗的效果可以维持长达4个小时，真的是非常适合我这种常常在户外长时间跑步流汗的人。虽然现在东京的天气比较冷，但是紫外线其实一点都不弱，如果没有做好防晒，不只会晒伤，还可能长黑斑，加速皮肤老化。所以无论天气冷不冷，防晒都不能省，尤其是跑步这种户外活动，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OK 啦，我们开始起跑了。Let's go！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东京的皇居，来跑一圈大约5公里的路线。皇居不仅是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东京市中心非常有名的景点之一。这里非常适合跑步，因为整条路线都没有红绿灯，不用频繁的停下来，而且步道宽敞又平坦，跑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是在早上9点半左右开始跑的，那时候太阳已经很晒了，中途还看见几棵已经开花的樱花树，虽然才3月中旬。东京的樱花还没完全盛开，但是能够提前感受到一些春天的气息，也还蛮不错的。这次出发之前呢，我特地在我的Sundo GPS 手表里面下载了东京的离线地图，还设定了跑步导航。这样一来，就算在陌生的城市跑步，也能随时掌握自己的位置，不怕迷路，跑起来更加的安心。其实这里树全部都是樱花树来的，然后现在它的季节应该再多1-2个礼拜才会开，现在还没有开。哇，樱花树哎！哇，在日本跑步真的爽。皇居周边也设有不少的饮水点，跑累了随时都可以补水。放心，日本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干净又安全，完全没有问题。整个皇居周边都是被护城河包围着，风景真的非常漂亮，一边跑步一边欣赏河景，感觉特别舒服。这里实在是太美了吧，怪不得这样多人喜欢来这边跑步。然后现在的天气虽然太阳暴晒着，可是45度还 OK， 不可以停，你一停哦，晒住又热了。好跑吗？好跑，今天会搞。我一直很喜欢用跑步来探索一座城市，不赶行程，不进热门的景点，只用自己的脚步一点一滴的去感受这个地方的节奏、空气和氛围。对我来说，跑步不只是一个运动，它是让我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和我自己对话的时间。所以我会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老了，跑不动了，跑不远了，但只要还能动，我就想继续这样跑，慢慢的探索这个世界。也许身边会换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景，但那份热爱跑步的初心，我希望永远不会变。
刚刚我们跑过了应天门，这是皇居正门之一，也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地点。现在应天门已经被列为文化遗产，站在这里不仅仅是在看一座城门，更像是穿越回到一段历史。很晒啊，很晒啊！虽然天气冷，可是这样晒也是会热。不过幸好我擦了一个防晒霜，对，热天，所以怎样暴晒都没有问题。都没问题，因为你已经擦了个防晒。路上我们还看见很多游客在排队等待参观皇居，看来这里真的是非常受欢迎的景点。就这样，我们跑了一圈皇居，又回到了起点。现在我们正跑回 Rafine Running， 在 Otemachi 湾，准备梳洗一下，也顺便退还之前所借的跑鞋。这家店提供的服务真的非常方便，不仅能够提供跑步装备，还有租借服务，跑步前后都能在这里轻松搞定。好啦，今天我们就跑了6个公里，围绕着那个皇居，然后现在已经跑完了，等下要继续逛街，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所以我们等下也是要回去 pack 我们的行李，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了，要开始炎热的天气的 training 啊，heat training 啊，这边这样冷的天气实在是太爽了。要继续回去干活了。冲好了，搞定了。我还有说时过后，他送我一包这个 protein drink，18 gram 的 protein drink， 这一罐应该也不少钱吧？因为之前我在日本买这个 protein drink 的时候，大概也只是200到300yen左右诶。今天我一个人呢，我是花了1180，也就是换算起来是35块。我觉得这个体验完全值得。然后我还有发现一样东西哦，就是这边哦，用这个 Rafine 服务的人哦，很多90多%都是当地日本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在等冲凉的时候，刚刚是算是高峰期啦。虽然它的厕所应该有，我看有7、8间，可是还是要排队啊，排一下子很快，进出很快。他们的沟通全部都是日本话，然后没有外国人，好像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在那边吧。发现哦，他们冲完凉过后，他们就是直接穿上西装或者是工作服就去做工了。我觉得这个服务蛮不错的嘞。在日本呢，你在上班之前呢，你可以先去跑完步，然后他又有给你冲凉，然后又给你吹头发，这些全部搞定给你，然后你只是要带你的人去吧，跑鞋啊，然后跑步衣服这些你都可以租的。所以你租了过后，最后你搞定了，然后你可以直接去上班，不用回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想得蛮周到的嘞。而且马来西亚我也不知道几时会有这样的服务诶。其实我们会考虑用这个服务嘞，因为你看哦，一大早你要塞车去 KL 做工，反正你都要去 KL 的嘛，不如你就先一大早去 KL 跑了过后先，before 塞车你去跑了，然后你就享用它的服务，冲凉梳洗啊，然后才去上班，可以行得通诶。这个 business 在日本呢，跑步的这个运动呢是非常盛行的，就是说很多人喜欢跑步，可是 KL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喜欢跑步，所以就算开到跑步的驿站来讲的话，可能会没有什么生意，因为跑步的人不多。我觉得以后当越来越多人在 KL 在马来西亚喜欢跑步了过后，接触到跑步运动后，我觉得这门生意是可以做的。今天在东京体验他们的跑步驿站的服务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subscribe、share。我们下期见，拜拜。